Hello，大家好嘛，我係 Kristen 啊。唔經唔覺已經辭咗全職嘅 office 工1年幾啦。老實講啊，估唔到我真係會維持呢一個冇 full time 工嘅狀態嚟到今日。大學畢業之後，一共打過4份 full time 工，最長嘅一份做咗3年幾。第一次出現不如索性試下做自由工作者啊嘅念頭，係喺嗰間公司做咗3年之後，開始有想走嘅意欲嘅時候。嗰時都有揾其他工，就喺度諗，如果真係冇其他工請我嘅話，不如就試下全力發展 YouTube， 做個實驗性質嘅自由工作者啦。但係其實嗰陣時我嘅 channel 嘅流量都仲係好差，都冇一個好穩定嘅 freelance 收入。所以當收到新工 offer 嘅時候，我一啲猶豫都冇，就揀咗繼續留喺職場嗰度。新工喺各方面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難忍受嘅地獄。我一直都係咁樣㗎，由畢業開始就係，再多嘅錢都彌補唔到我心理上嘅損失。所以喺轉工半年之後，某個星期日喺屋企做緊工作上嘅嘢嘅時候，我面臨咗情緒崩潰啊！然之後喺男朋友同好朋友嘅支持之下，決定要辭職，諗住俾半年時間自己試下自由工作呢一個跑道啊。點知眨下眼1年就過去咗啦，係時候整理一下呢1年嚟嘅苦與樂，同大家分享下啦。第一個可能大家都會想象得到嘅苦，就係唔穩定嘅金錢收入。當初辭職嘅時候，雖然 YouTube 有接到一啲廣告嘅收入，但係其實觀看率啦、流量等等，所有嘢都仍然係非常之唔穩定嘅。果然幾個廣告之後，就一路咁樣沉寂落去。就憑點擊率嘅收益，同埋我當時 freelance 同埋 part time 嘅收入，根本就連交租都唔夠用。幾個月以嚟都係靠積蓄嚟過活，而家又好少少，夠我生活同埋租屋嘅開支用。錢係我一開始都會預想得到，而且而家一直都喺度努力改善緊嘅問題。的確會間唔中因為呢樣嘢而感到焦慮，但係會唔會因為咁而後悔呢？我嘅答案係唔會啊。另一個苦就係要極度考驗自己嘅自律性，冇咗 office 嘅規矩，所有嘅工作日程都係由自己安排。如果有邊一日懶散咗、hea 咗，收入就有可能減少咗。收入減少咗，個人又會焦慮咗。個人焦慮咗，可能就更加冇能量去諗辦法揾錢啦。咁收入就會變得更加唔穩定。但係呢一樣嘢都同樣可以係自由工作嘅樂事。有啲人喺朝早工作嘅時候會特別專注，有啲人就一定要喺下晝嘅時候先集中到，有啲人就無論幾時都好，只要坐喺一張冇分心嘅書台前面，就可以好高效率咁樣完成工作。只要揾到適合自己嘅工作模式，就可以好彈性咁樣安排一個禮拜7日嘅時間。星期日我可能成日都喺度做緊嘢，但係星期1或者星期2就全日 day off 啦。時間就係我而家最大嘅本錢，都變成咗我可以100%控制到嘅嘢。有咗時間都可以俾我實踐更加多一直喺我 bucket list 上面嘅事情，例如係推出一個插畫月曆。另一個都想提出嘅樂事，就係喺我成為自由工作者之後，我又更加了解自己，了解到自己最啱啲乜嘢嘅工作同埋生活方式，發掘到以前從來都冇想象過嘅可能性。我呢1年嚟所成就過嘅事，係我仲喺全職 office 工作嘅時候冇辦法做到嘅。於是我又更加有動力去發掘更加多嘅可能，去維持而家嘅生活模式。就係咁，呢年幾以嚟嘅自由工作實驗有高有低，但係呢個世界上有咩事淨係會得優點而冇缺點㗎？只要係自己選擇嘅，對自己負返責任，可能會痛苦嘅，但係絕對唔會後悔。下一次或者我會分享一下喺決定轉去做自由工作者之前要做嘅一啲準備啊！咁今日嘅片就嚟到呢度啦，多謝你哋收睇啊！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Gotta learn just how to forget about you.
forget about you.